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国画当中常用的绘画工具我们通常听说过文房四宝这个笔墨纸砚这些工具。那么具体它们指的是什么呢？包括毛笔当中，它其实分有很多的系类的，有羊毫，有尖毫，对不对？还有狼毫的那么它们具体的用法应该又是如何呢？这节课我们详细的来拆解一下。对于绘画工具的话呢，一定要进行掌握进行了解，因为好的绘画工具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绘画体验。它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的，尤其是在初期学习阶段，选择的工具呢，不要求大家选择特别好的、特别贵的那么选择呢自己最适合的、最适合自己画作的这些绘画工具，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绘画体验。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毛笔开始讲起毛笔的话呢，主要的三种毛笔就是尖毫，还有狼毫，还有羊毫那么主要的就是这三种。我分别来说一说。羊毫毛笔的话呢，这款就是羊毫毛笔。羊毫毛笔的话呢，是笔尖上所用的这个毛质全部都是羊身上的毛做成的毛笔，是羊毫毛笔。那么这种毛笔的特性呢，吸水量非常足够吸水量很大，但是呢，画到纸面上的时候呢，它的挺拔程度，它的弹性一般般弹性非常一般般。那么这个是羊毫，还有一种呢是狼毫。狼毫毛笔的话呢，它是黄鼠狼身上它的毛做的不是大灰狼，是黄鼠狼身上的毛发，然后呢做成的毛笔叫狼毫狼毫毛笔和羊毫这些毛笔都是有大有小的。当然我给大家准备的呢，这个是一个狼毫小楷，就是说用尾巴尖上做的毛。黄鼠狼哪个地方做的毛笔最好呢？就是尾巴尖上。那么一般有些毛笔的名字呢会起狼尾小楷狼尾这个什么什么狼尾兰竹，那么呢就是用的尾巴尖上的毛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呢是狼毫。狼毫毛笔它的吸水量相对来说要较小一些，但是它的挺拔程度，也就是弹性非常的足。还有一种毛笔呢，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也就是尖毫毛笔。那么尖毫毛笔的话呢，它属于外边是羊毫里面呢是狼毫两种毛发呢，两种毛质一同做成的毛笔。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那比方说雄狼尖毫，就是雄毫和狼毫共同组成的毛笔叫雄狼尖毫。还有一些比方说叫紫毫，紫毫是什么呢？紫色的紫紫毫就是兔子身上的毛。还有一些鼠须鼠须毛笔，就是说那个小老鼠的胡须做成的毛笔。还有一些牛耳毛牛耳朵里面的毛发做成的毛笔种类很多，种类非常多，包括一些胎毛是吗？你像一些小孩子刚出生的那个小孩子，往往的头发把它做成毛笔之后作为一个收藏意义的这样一个毛笔来给孩子做一个礼物也有这样的胎毛毛笔当然胎毛毛笔的话呢，就是说用我们人类的头发，但是这个头发记住为什么要选择胎毛？因为刚生长的头发它是没有理过的，那么它的尖呢是非常尖的每根头发丝都是尖尖的，所以说胎毛毛笔可以用。我们成人的毛笔我们成人的头发你再做成毛笔，它是没有办法用的这个要注意。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了解一般的话呢，不会用那些奇葩的一些毛笔，主要的话呢就用羊毫、狼毫还有尖毫包括呢我更加喜欢用一款就是雄狼尖毫。那雄狼尖毫的话呢，比狼毫还要挺拔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关于毛笔的话呢，还有一点要说大家收到自己买完毛笔之后，那么呢收到毛笔之后怎么去运用呢？这个毛笔通常它都会有一个笔帽。那么收到毛笔之后，可以呢将这个毛笔轻轻的碾开轻轻的碾开，或者是呢在水中慢慢的把它泡开。我们来试一下，在这个清水当中轻轻的这样压
啊，碾开，一边压它一边捻动它。因为现在的毛笔的话呢，它的胶呀，有些是用的一些工业胶啊，有些胶的话呢是用的一些植物胶。那么植物胶的话呢，很难泡开，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常情况下一边捏它啊，一边这个在水里压，一边捏它，一边在水里泡啊，轻轻的呀把它碾开就可以了。或者是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用温水啊，用温水呢把它泡一下，温水的话呢更容易泡开一点。泡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损坏这个笔头啊，要轻轻的、慢慢的这样捻动它。有些时候呢，这个笔头啊，它的一个胶性会比较大，所以说呢，从笔尖啊，轻轻的这样捻动它。当然呢，我用的这个是冷水啊，热水的话呢，泡的会更开。注意不要这样捻动啊，不要这样捻动啊，这样捻动的话呢，是会损坏这个毛笔的。捏它啊，一边泡一边呢，轻轻的把它捏动，轻轻的捏它。那么在捏的过程中呢，这个毛笔通常情况下呢，尤其是捏的力量稍微大一点的话呢，它会有一些浮毛出现。就是说呢，新的毛笔啊，它都会有一些浮毛，因为都是手工做的毛笔的话，它的一些毛的话呢，会有轻轻的一些浮毛掉落。那么泡开之后啊，一边泡开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浮毛呀给它弄掉。看后面的话呢，就越来越好泡开了啊。彻底泡开之后，我们要记住把毛笔当中的一些浮毛给它捋掉啊，浮毛不要了，把一些浮毛呢，我们给它捋掉。会掉落那么几根，对不对？有些掉的可能多一点啊，有些的话呢掉的少，甚至有一些呢可能不掉啊，掉落出来的呢通常都为半个的啊，在粘制过程中或者在我们捻动的过程中呢，会有那么几根啊轻轻的掉落出来，把这些啊涮干净，继续呢把里面的胶继续涮干净。彻底涮干净之后，大家其实会发现这根毛笔啊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彻底把它碾开之后，毛笔的话呢，实际上啊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它的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肚子啊会更加大一点啊，肚子的话呢会更加膨胀了一些，对不对？那这样的毛笔啊，就是一般视为好的毛笔，就是它笔肚是吸水量非常足够的啊，它不像就是碾开之后，如果说我们泡开了还是这样非常瘦的一个状态，那么证明它的毛量是不足的，画的时候呢画不出那种饱满的感觉。泡开之后，肚子啊会膨胀一圈，那么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好看啊，用的时候呢会更加好用。那么还要注意一点啊，我们毛笔泡开之后呢，这个笔帽就丢掉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盖回去。再盖回去的话呢，这些水分会保留在这个笔帽当中，会把这个毛笔啊给它闷坏。里面因为它这儿还有一定的胶量，所以说呢，一定不要把它盖回去。收到毛笔之后，笔帽呢丢掉它就可以了。那么毛笔的选择的话呢，我简单啊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选择毛笔的话呢，可以选择自己啊一套最适用的啊。当然这个的话呢，是老师用的平常的八支，就是说有尖毫的啊，你像点墨称尖啊，尖毫最好呢准备大中小3个号，因为尖毫用的最多。那么还有呢就是雄狼尖毫，大家呢也可以选择狼毫去替代，2支啊，大小2支基本上呢就够用了。再有的话呢就是小楷毛笔。小楷毛笔呢，最好我们选择狼毫的，狼毫小楷。再有的话呢，就是羊毫啊，纯羊毫的。纯羊毫的话呢，我选择的这个是比较胖一点的这个毛笔啊，肚子比较大，适用于画一些大的荷叶啊，一些大的牡丹啊，哎，会用到纯羊毫的。还有一个就是要用到勾线毛笔了，比方说我们画一些小细节，要画一些小草虫啊。小蜻蜓啊，对吧？就会用到勾线毛笔。勾线毛笔的话呢，哎，就是黑尖勾线啊，里面的话呢，黑色的
就是兔毫啊，兔子毛做的，然后外面的话呢是羊毛啊，是这样的一个搭配啊。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这样一套毛笔，基本上呢，如果说保养的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呢一套毛笔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啊。这是毛笔方面，也是呢我们作为画画来讲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毛笔我们讲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墨。墨的话呢，我们古人讲的墨呀，它都是说的墨块，因为古时候没有墨汁啊。这个呢是我平常用的一个墨块，它是比较长的，它这么老长的一个墨块，然后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啊，用这个纸呢把它包起来，用多少我们就在这个砚台当中去磨一下。啊，去这样磨墨啊，里面呢少量蘸点水分啊，然后这样磨是吗？磨好半天。当然现在我也用的比较少了，因为墨汁的话呢，已经足够去替代这些墨了。那么墨的话呢，大体上分为3种，分为油烟墨，还有漆烟墨，还有松烟墨。油烟墨的话呢，乌黑而有光泽，带反光的。你像写那个春联，写那个字儿是吗？用油烟墨会非常漂亮。当然呢，还有一种漆烟墨，漆烟墨的话呢，它的光泽感更强啊，更加乌黑一些啊。漆烟墨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漆烟墨现在市场上是不是很常见啊？那么还有就是松烟墨，松烟墨呢相对来说啊，墨色就比较发灰了。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仅仅用松烟墨呀去画一些人物啊，它的一些头发的时候会用到松烟墨。或者是呢一些翎毛类的小鸟，一些羽毛的时候啊，也可以用到松烟墨啊，当然用的也不少，就是说看我们的一些用法用途油烟墨去画小鸟的翅膀啊，去画人物的头发也是没问题的啊，是这样的。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一些墨汁，市场上看到的墨汁呢，都是以油烟墨为主啊，松烟墨呢很少，并且说松烟墨在市场上的一个价格的话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因为产量比较小嘛，是这样的。那么关于墨汁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用的。然后我们初期学习的话呢，运用伊德格墨汁就可以了啊。伊德格它是一个也是老的一个品牌了，有散装的，也有精装的还有一些更加高端的，比方说。伊德格里面的云头砚啊，云头砚也是可以的。就是大家初期用的时候呢，就用伊德格的就可以了啊，伊德格精装就够用了。那么还有的话呢，如果说学到后面学到创作的话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墨汁。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现在就是玄冥。玄冥墨汁的话呢，它是大家可以买那个超浓墨液，就是特别最浓的那个。然后用来创作的话呢，它是可以直接出现那种焦墨的层次。就是伊德格的话呢，它浓度不是那么太大，不是那么太高。当然，它的云头砚也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玄冥墨汁的话呢，它是特别浓的啊，滴在盘子当中，基本上呢，滴上那么几滴墨就够我们画一幅画了。是非常浓的一个墨汁啊，是这样的。那么墨汁的话呢，大家主要以这2种为主就可以了。包括还有一些，比方红星的红星的墨液也是不错的选择啊。还有一些玄宗的，包括墨汁的品类很多。大家最好的话呢，选择稍微大一点的品牌，不要选择太小的，因为有时候呢，一些小厂家他们的一些墨，如果说调的胶太少的话呢，我们画上去之后再去拿去装裱的时候，那么墨呢很容易晕开，很容易发散。所以说呢最好选择要品质差不多的。你像伊德格也不贵的，一般的10几块钱一瓶吧，便宜点的小瓶的可能几块钱大一点的，即便是伊德格贵一点的云头砚对吧？高端的墨汁云头砚也就是大几十块钱一瓶。玄冥也是才100多就是说看大家的一个情况，然后去选择这个墨就可以了基础款就是伊德格就完全够用初学的时候用伊德格完全就够用了。那么纸的话呢，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宣纸是分为很多种类的，有生宣有熟宣，对吧？还有半生熟的。那么我们在课程里面的话呢，写意花鸟以及山水课程当中
主要用到的是生宣宣纸。当然呢，我提一下啊，半生熟的宣纸的话呢，初期练习这个兰花啊，初期练习竹子也是可以用的啊，包括一些山水画的一些分解步骤、分解练习，半生熟的纸呢也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很多学员啊，可能会在上老师课之前，你们就已经有了工具啊。很多的商家的话呢，他们会推销大家用半生熟，说这个半生熟适合初学者啊。实际上的话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说半生熟的话呢，它因为不晕，所以说画上去的墨色呢干了之后会很容易发灰啊。所以说半生熟的纸呢，画一些竹子，练习兰花，练这些线条没问题啊，练那些分解的树啊也没问题。或者是甚至画山水，有时候会用到半生熟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去画写意画的时候，比方画荷花、画紫藤，因为它半晕不晕的感觉，并且说很容易发灰，所以说呢出现不了那种水墨的韵味感啊。通常情况下呀，我们还是要准备好生宣纸才可以。熟宣纸的话呢，是用来画这个工笔画用的。那么生宣纸当中，它又分为多种品类啊，有单宣。还有加宣，单宣的话呢，我们平常呀用的话呢，只用单宣就够了。单宣的话呢，它是就是一般的啊，就一层纸嘛。加宣的话呢，就是2层宣纸夹在一起的，叫加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这个是单宣啊。宣纸的话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买单宣就够了。那么它的一个价位也是不等量的。有手工的，也有机器的。那么，大家选的时候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就可以了。包括贵的，还有一些红星的，是吗？你像红星的纸，包括这个就是红星的纸嘛。红星的纸就，价位就比较高了啊。当然，大家前期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我自己也用的不是每天都用它，因为红星纸的话呢，价格很高，但是呢，并不适合我们每个人去用。它的一些纸的一些特性的话呢，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太好啊，也是根据一些不同的一些画法，然后呢，更加适合用它，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尝试一下这些宣纸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宣纸啊，红星的宣纸。那么它的一个宣纸的一种感觉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就是在选纸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参考。生宣纸的种类包括一些它的特性的话呢，是有多种多样的。有些生宣啊，它是生宣，但是却不是那么太晕；有些生宣的话呢，它非常非常的晕。那么大家选择自己合适的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生宣纸的特性的话呢，你画上去一笔之后啊，它会晕开的，对不对？它会自然而然的晕开。那笔与笔叠加起来之后的话呢，它还会出现一些笔痕出现啊。当然有些宣纸呢，它就不太容易出现笔痕。这是宣纸的一些特点，就是它会晕开，它会阴到背面去啊。从背面去看的话呢，它是非常透的啊。这个墨色出来的墨韵呢，非常清透啊，非常透亮。包括我们细看的话呢，它是有水痕存在的，就是说每一笔与每一笔之间，它都是可以出现一个水痕的啊，是可以让人呢感受到每一笔的一个运动轨迹的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些宣纸的它的一些特性啊。当然，你像红星的话呢，它之所以价位高啊，它第一水痕它是可以出现的，第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在画的时候啊，它是有水痕，但是呢，它这个水痕不是那么太明显啊。你像有些宣纸的话，刻意追求水痕，但是呢，它的这个水痕就非常的明显啊，也不是那么太好用啊。当然看大家的一个适用情况是这样的。再有就是宣纸它也分为正反面的，但是这个正反面并不是那么太重要。那比方说我们刚刚用的另一面，我们再用这一面去画的话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对不对啊？来感受一下这边，那么它的一个大感觉呢，
也是比较接近的啊，和我们正反面差距的话呢，实际上呢它没那么太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生宣纸，记住它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晕墨，它会晕开，毛茸茸的效果，点上去一个点之后，它会自然而然的渗发开的。点上一个小点儿，但是呢，它却晕了好大，这是生宣纸啊，这是生宣纸。那么，生宣纸的话呢，因为极易发墨，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画写意画。山水画作品当中呢，尽量我们选择生宣纸的时候呢，选择那种发墨不那么太严重的，发墨稍微小一点，但是晕的稍微小一点的纸，是最好用的。你像这个是红星，红星的话呢，画写意花鸟画非常好用。画山水画的话呢也没问题，但是呢对我们的控笔要求要更加高一点啊。我再来给大家多尝试一些生宣宣纸啊。那包括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生宣啊，我们来尝试一下。其实不同的宣纸的话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特点的啊。这个宣纸我们来看一下，它也是生宣，但是的话呢，它就晕的不是那么太厉害了，甚至说呢，它还有一定的锁墨感觉，给人感觉好像是半生熟的。有时候呢，恍恍惚惚，感觉好像是半生熟的，但是的话呢，它又存在生宣的特性。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啊，那么在画另一笔的时候呢，它又能怎么样呢？感觉好像是半生熟的，甚至有些水还存留在这个纸上。但是的话呢，我们来细看。它和生宣的宣纸的特性又是一样的，它也出现了笔痕啊，它也出现了这些锁墨的感觉，水分晕出去了啊，那么呢，墨色留在纸上。同样的，反过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和生宣纸的特性是一样的。所以说，宣纸的品牌，那么它出现的一些宣纸的一些特性、一些效果呢，也是不同的。那么大家在选择宣纸的时候呢，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那你像这种宣纸的话，晕的不是那么太厉害的。就更加的偏向于适合我们画山水画啊，当然呢，就是说对控笔能力就可以适当的放低一点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像这些宣纸都是偏好一点的宣纸啊，就是你像红星啊，就要2000以上了。那么像这个纸的话呢，也要到达600元左右的一款。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比较我们平常练习是吧，不需要这么太贵的。那不用买那么太贵的，因为太贵的宣纸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初期练习可能会浪费大量的宣纸。那么这个就觉得蛮浪费嘛。我们可以呢选择一些价位低一点的。那比方说，像这个我给大家尝试一下，它也是一样的，是吧？啊，它也是生宣，它也会出现这些效果，甚至说呢，有时候它的一个特性的话呢。它这种笔痕它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就像我之前我们讲到的，它的笔痕的话呢，它特别明显啊，每一笔和每一笔特别明显，并且说它特别具有锁墨能力。它的墨呢，基本上是晕的很少的啊，墨是基本上晕的很少的啊，就是包括背面也是这种，一看就是生宣啊，没问题，也不是半生熟，也不是这个熟宣，就是生宣。这种是价位要更加低一点的一些生宣纸，大家选择生宣纸的时候呢，选择这种单宣就可以了啊，选择单宣就可以了，可以选择单宣加厚款的，那么出来效果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通常情况下呢，我和大家说，我们一般现在市场上呢，多以纯手工的生宣，还有呢机器的生宣这2大类为主啊。那么我们在选的时候呢，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手工的生宣都要在200元以上，甚至200元左右的都很少了，因为人工的各方面成本都在往上涨。所以说呢，通常情况下，大家如果说去选的话呢，手工的生宣一般都会在200元以上。才是手工的生宣。那么200元以下呢，有一部分是机器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机器加个手工的。那么前几年机器纸的话呢，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因为机器宣纸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呢，基本上
用料各方面以及呢技术方面都是非常的拉垮的啊，非常不好用的。那么近2年的话呢，也是因为需求量大嘛，包括我们很多初学的话用那么贵的纸啊，一刀宣纸是100张，那么300、400的，会觉得有点浪费。所以说机器纸的话呢，一些厂家也在专门研发这块儿。所以说一些好的机器纸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说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这些啊，有条件的，你说我就是喜欢手工的那种感觉啊，手工的那种韵味儿是吗？那么可以自行选择。前期练习的话呢，我推荐大家一些好用的一些宣纸啊就够了，是这样的。那么手工和机器，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区分它。因为毛笔和宣纸是我们国画当中最重要的2点啊，所以说我会把宣纸呢给大家讲的详细一些，包括大家避免去踩坑嘛，大家自行去店里去买的话呢，要知道我买的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不能说我花300多、400多，我买个机器纸回去，那就亏大了，对不对？那么机器纸和手工纸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界限的，就是说，你像这个是。这个是手工的。那么手工的话呢，我来看一下镜头里面可不可以看到啊？就它的话呢，侧着方向啊，因为确实是镜头当中看不太清楚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侧着光源去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斜的刷痕啊，它不是像这个连纹，你看这个连纹啊，它都是直的是吗？但是它会有一个斜的手工刷痕。斜的手工刷痕，那么这种斜的手工刷痕的话呢，代表着就是手工做出来的手工刷出来的纸是这样的。手工纸呢都是有刷痕的都是有刷痕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手工宣纸的话呢，它也是有正反面的。正面的话呢是刷痕突出去的那一面，比较光滑那一面是正面。然后比较凹进去的那一面是吧？就是刷痕凹进去的那一面，斜着的刷痕凹进去的那一面是反面当然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正面反面都无所谓的。前期练习主要以正面为主，是这样的。那么机器纸的话呢，通常情况下呢，它也分为正反面那么一面是光滑的一面是比较粗糙的机器纸就比较好区分了。你用手这样一摸，是吧？不用看，一摸的话，你就能发现一边是非常光滑的一边的话呢是比较拉一点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用光滑这一面画出来，会更加的顺手一点当然，根据大家的一些纸性呢，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比方说一些粉莲纸。粉莲纸这个词儿大家不用记就是再早几年，那么好多那个厂家他们会做那个称为一个粉莲纸的那样一个纸，那么它也是生宣，非常薄，特别薄的一款。那么你用正面你画的时候呢，会感觉这个毛笔就在上面打滑就像溜冰一样打滑。那种纸的话呢，如果说你有那种纸，又想着不浪费它，想练习，那么那种纸的话呢，就需要用它背面去画了所以说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大家的一些纸性呢，去选择它的一个正反是这样的。那么宣纸的话，我以上说的我们是生宣，还有呢就是熟宣。熟宣宣纸是这样的这个是熟宣。平常呢，我们画工笔画会用到熟宣熟宣它分为清水有这个就是清水3点水的清水就是水源的水，还有一个呢就是蝉意蝉是什么呢？那个鸣叫居高声自远不对吧？那个蝉一个虫字旁一个单蝉意蝉的翅膀是吧？非常薄，代表着非常薄的一种感觉起了这个名儿蝉意蝉意纸的话呢就是特别薄，清水的话呢会稍微厚一点。还有一种宣纸呢叫云母宣，云母宣就是宣纸上它会有亮晶晶的反光的亮晶晶的，那么呢是这个云母宣这3样呢都是熟宣系列的比较常用的3款。那么熟宣我们来试一下，它和生宣就大不相同了。它的一个画上去之后，它不会晕开，它要等好长时间才会渗化这个墨的，甚至它不会渗化墨，你等待再长时间它也不会渗化的，它会慢慢的干掉，水分蒸发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是一点都不晕的，对不对？
啊，一点都不透过去的。因为手宣纸的话呢，它是上面刷了胶矾啊，胶矾水，它是经过特殊处理加工的，出来效果呢，它是不晕的，它是不会出现这种水墨的韵味感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工具要选对。学写意花鸟画，你用这个那画不出来的，对不对？后期创作的时候可以用到它，但是前期一定不要用生宣去练。再有就是半生熟，半生熟的话呢，它的一个用笔的感觉，就是入纸的感觉和熟宣是比较接近的，它不会晕开。包括我们很多那个朋友，如果说自学过国画，那可能会买到过很多的半生熟，包括一些店家也会推荐你说啊，你用半生熟吧。然后呢，为啥他推荐半生熟呢？因为你买了生宣回去之后，你控制不好，可能还要怪店家这个宣纸不好用，是吗？所以说他们经常呢会推荐一些半生熟的，然后说啊，你用半生熟吧，好用的，然后不会晕开，是吗？然后还会有一定的水墨效果。那半生熟的纸呢，一般啊，我们画写意花鸟画非常少，山水的话呢还可以用一用啊。那么它不会出现一些水痕，半生熟啊，它不会出现这种水痕的效果的，这种水痕不会出现，毛茸茸的感觉也不会出现。半生熟通常情况下会用在写书法字当中啊，用的比较多。当然呢，一些特殊的山水当中啊，用半生熟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山水画当中，可以选择用。但是呢，我推荐大家，前期练的时候呢，直接从生宣去练最好。因为你如果说生宣掌握住这些控笔能力之后，生宣没有问题了，对吧？我们可以让它晕，可以让它不晕的。举个例子啊，我来示范一下，大家呢都可以，如果说有工具的话呢，都可以尝试跟着我一起画一画。那比方说我们画一棵树嘛，生宣纸上它也不会晕开的，你通过你的行笔速度的快慢，通过什么呢？通过呀这种墨色啊调出来的一些干湿的变化，那么它自然的它不会晕开的，对吧？即便是画的很细的线条，即便是画的再细的线条，那么我们控笔能力到这儿的话，它不会晕开，对吧？画一些虾须，它不会晕开的啊。所以说生宣纸，如果说你掌握到位了啊，你练到位了，那么你再用半生熟啊，那都是非常小儿科的事情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宣纸的话呢，还分为一些皮纸，一些什么麻纸，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宣纸。那么那些的话呢，大家可以先放一放，先不要去了解了，因为宣纸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啊，太庞杂了。那么到了后期创作的时候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尝试各种各样的宣纸去为大家讲解，那些不同的宣纸的一些特性啊。那么大家呢，前期只需要记住这三样就行啊。生宣，对吧？主要用生宣啊。半生熟的话呢，如果说你已经有了，那么可以用来练竹子和兰花啊。山水呢，可以用来练一些树啊，一些分解教学是没问题的。画成幅的话呢，用生宣。熟宣的话呢，暂时不考虑。熟宣的话呢，比方说我们画到工笔画的时候，对吧？可以用熟宣去画了。单宣和加宣的话呢，单宣一般我们买单宣就够了，加宣的话呢就是2层宣纸，单宣加厚的没问题。加宣的话呢就是2层宣纸，厂家的话呢会把它粘在一起啊，2张是吗？它就叫加宣啊。甚至装裱的时候呢，一些好的加宣啊可以直接接下来的啊，这是加宣。再有就是绢了，绢本我也来讲一讲。绢本是比较透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非常透的，就是说也有一些不透的，也有一些比较厚的，一些圆丝绢，一些扁平的绢啊都有，包括一些宋绢啊。这个绢本也是分为好多种，它是丝绸嘛，那么它是织的啊，它不是那个做出来的，是织在一起的。那么绢的话呢，我们一般也是分为生绢和熟绢2种。我们在画写意画的时候呢，基本上不考虑生绢啊，基本上不考虑生绢。包括画工笔啊，生绢不太好用，因为它漏色啊，它会把这个颜色呢漏到底下去，不好处理啊。通常我们用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熟绢比较多。那么它的一个特性呢，和那个熟宣纸是一样的，但是它比熟宣纸的话呢，它更耐折腾。就是说我们画工笔画的时候，
你生宣纸画的变顺多了，画的变顺特别多了，它会起毛，它会起球啊，因为它是纸嘛，它会把那个纸浆给带上去。有时候，那么绢本的话呢，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画多少遍，你画完一遍之后，你把它刷上一遍胶翻水，再画一遍，再刷一遍胶翻水，或者画2遍，画2到3遍刷胶翻水。你画多少遍，它这个绢的话呢，它不会起毛啊，它可以画得非常厚。啊，这是绢本的一些特点，包括呢，你像我们画写意花鸟画，也有人啊用绢本去画，就是用手绢，比方说任伯年啊，我们之后的话呢，如果说有机会，我们会说到任伯年，就是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就是任伯年的话，他的一些作品是用了一些绢本去画的，就是用手绢啊，用手绢去画的啊，画的写意画，哎，所以说也是非常优秀的。到了后期创作都可以进行尝试这些材料，大家一定要先有所了解，就是我们和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店里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啊，但是呢我们前期不用它就完事儿了。再有就是我们讲一讲砚台。砚台的话呢，不做过多的讲解，因为砚台呢，我们用的很少，我也不推荐大家前期一直用砚台，因为太耽误时间了。如果说有兴致的话，你比方说，我就喜欢这种磨墨的感觉，对吧？比方说比较清闲，我就喜欢这种磨墨的感觉。那么呢，就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比较耗时间，因为磨的话呢，确实需要好长时间。那么磨这个墨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这样的，会有一个小水滴啊，但是当然，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笔上调点水分，轻轻的把它滴下去，对不对？轻轻的把它滴下去。滴下去之后呢，注意水不要太多啊，因为水太多之后呢，你会磨好半天，你也磨不稠它，磨不浓。那我们呢，一般我们就滴上这么一些水滴上这么一层就够了。滴上一些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磨墨。那我一边磨我就一边讲一讲这个砚台大概都分为什么砚。通常呢会分为端砚以及呢歙砚，以及呢各种地方的一些砚台。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端砚端砚的话呢，它是这个原料它是取自这个广州那边肇庆这个高要县那边的一个原产地那么它在古代的话呢，因为它是在古代是那个端州就这么那个可不就是端州它那个端砚跟大家说，这个端不是那个端州，是这个端砚的端州，古名字叫端州，所以说呢，人们给它取名就叫端砚那么端砚的话呢，它就是据说摸着像小儿的那个皮肤一样非常柔软但这个是一个触觉，就是磨起墨来呢，磨出来的非常细腻这个是端砚它的一些特点。磨的话呢，我们就稳住它，把这个手一定要抓稳，抓稳之后呢，重复这样转动这个墨块，转的时候呢要注意全朝一个方向你不要一会儿朝这儿，一会儿朝这儿一会儿这样乱转，不要这样转，全朝一个方向。速度的话呢，保持一样。匀速去转不要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转不好，匀速去转。所以说磨砚台呢，有时候会把一个人的性格也给磨掉，是吗？所以说磨砚台有时候我们在磨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思考问题思考我们接下来画作应该怎么去画，接下来写书法应该用什么书体，应该怎么写，是吗？也是在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古人有时候他自己也会磨墨当然更多的时候呢，不是他磨的，是小书童磨的这个要想清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人嘛，自己干活又没小书童，我们通常情况下呢，就是用墨汁了。还有一种砚台呢，是这个歙砚歙砚的话呢，是在江西那边歙砚的话呢是在江西，然后古代呢它叫歙州所以说呢它取名就叫歙砚。那么还有一种砚台易水砚，易水砚的话呢是在产于我们河北保定这边易水县，所以说呢看这名字就叫易水砚，是吗？所以说我相信大家全国各地呢一些朋友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当地都会有一些砚台都会有一些砚台，那么呢可以选择当地的砚台去尝试也是可以的。
啊，当地的话呢，它就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点了，因为一些端砚、一些歙砚，真正的好的端砚、好的歙砚是比较贵的啊，尤其是老坑的。你像现在看到的老坑的是很少的，可能都是新坑。新坑的话，它的一些质地啊、一些材质啊，就不是那么太好了，就是最好的那个都采掘完了。所以说，砚台的话呢，看大家一个情况啊，喜欢可以把玩一下，可以玩一玩啊。那么有好的砚台，我再和大家说啊，好的砚台要配上好的木块啊，你不要用那种几块钱的木块，那个办法很难用啊，那个木块会损伤好的砚台的啊。好的木块它质地呢也是非常均匀的啊，里面没有残渣啊，没有那些小颗粒。它不会损伤这个砚台。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小石头，那你在磨动的过程中呢，会把这个砚台给它损坏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配一套的话呢，好的砚台也要配上好的木块啊，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木块方面呢，就不做过多的推荐了。大家如果说喜欢这样的一些古代的一些文房用具，那么呢，可以再多搜集他们的一些资料。接下来呢，我就来讲一讲颜料。颜料也是在绘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颜料的话呢是这样，有很多种啊，有各种各样的品牌的颜料。那么通常呢，我推荐一些我常用的一下，当然大家自行选择啊，就是说喜欢什么样的可以用什么样的。那比方说你像我最常用的就是玛丽的。玛丽的颜料，因为用的可能比较习惯了。玛丽的，就是这个玛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玛丽的颜料啊。然后玛丽的颜料的话呢，它胶性各方面是比较适中的。它画上颜料之后，它不会特别发散它不会晕开。但是它的一个胶呢，是用的一个工业的胶用的比较习惯了，所以说它的胶性是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胶性。那么还有一些颜料的话呢，比方说画魂一些等等其他颜料呢，他们用的是一些桃胶也是工业的桃胶。那么桃胶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晕开当然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各种颜料、各种品牌都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它同样的一个花青色，那么你用玛丽的，它这个花青会比较聚色，水分晕出去了，但是颜色呢还会聚在一起。是比较聚在一起的。那么一些画魂，包括姜丝续糖的便宜的这个，它的话呢也是会晕开很大，把这个颜色跑偏了都那么颜色的特点不一样。我推荐就是我平常我觉得好用的一下。然后玛丽的因为也比较价位也比较便宜就是大概2块多一管吧2块多这样一小管。那么它呢有好多个颜色的。那就是说选的时候呢，你像选择那个10几种颜色的或者24种颜色就足够了，不要选择太多了。你像我给大家搭配了15种颜色，有这个太白藤黄、朱标、朱砂、胭脂、曙红、赭石、三绿、三青太青蓝、大红颜色、牡丹红、桃绿、桃青、花青这15种颜色是最常用的。有了这15种颜色，基本上呢能调出任何颜色出来但是呢，你像现在的一些颜料厂家嘛，他们其实也是在研发新的颜色，所以说他们会有很多种颜色，甚至说有有36种的，还有40多种的颜色。那些颜色的话呢，我是很少用因为我们国画讲究什么呢？讲究调色。一个颜色和另一个颜色调在一起，调出来的颜色它才是非常生动的。如果说你直接用一个草绿，你像花青加藤黄会调出一个草绿色，如果说直接用它调出来的那个草绿因为它那个草绿特别鲜艳画上去之后呢反而不好看。所以说我们平常用的基础的颜色是这15种颜色就够了那么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这15种颜色。那么这些颜色的话呢最常用的就是这种又便宜，然后呢效果还不错，这种就可以了。尤其是画写意花鸟画，那么用它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还有一些高级一点的玛丽高级古画色，这个也是玛丽的颜料。那么它的一个颜色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的
贵一点了。你像这样一小盒啊，好几十块钱是吗？12个颜色的还是就比较贵一点了。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呢，它贵主要是贵在颜色的一个色度上。同样的是花青颜色，这个颜色呢会更加鲜艳一些啊。这种普通的话呢，它更加的发灰一些啊。同样的是三绿是吗？三绿、头绿这些颜色，那么它的一些颜色的话呢，相对来说啊，非常的鲜艳，非常的亮啊，也是非常的稳的。那么这种普通的颜色呢，相对来说是发白一些，就是好像里面加了一些太白似的。啊，发白一点，那么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我是喜欢研究这些啊，我平常各种颜料我都试着玩啊，然后我也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啊，让大家呢也是避免踩坑，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尝试。当然也存在不了踩坑啊，就是说像我平常这两个都用，需要颜色鲜艳的我用这个，需要颜色比较发暗的我用这个。有时候啊，它没有好坏的，就是说它价格可能有高低，但是有时候这个颜料啊。用出来比这个还要更加好看一点，发灰一点嘛。因为我们国画太鲜艳，反而不好看，对不对？所以说看大家情况，可以都准备一点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颜料啊，一般情况下呢，大部分颜料啊，我们都是用的吸管装的，就是挤出来之后能直接用，对吧？还要准备白色瓷盘啊，挤到盘子当中能直接用。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比较费事儿一点的，比方说画工笔画，当然画山水呢也都可以用啊。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的，药膏状的啊，膏状的这种的话呢，把它打开之后放在盘子里面，轻轻的拿毛笔舔它啊，用毛笔一点一点的把它这个颜色给它蘸出来啊，是可以用的，但是用起来就很费事儿啊。我存了不少这个，感觉很新鲜，但是用起来呢，画工笔的时候用这个啊，画写意、花鸟啊、山水啊，很少用它，因为确实是太慢了啊，太慢了。有时候一些这个，比方说一些这个朱标、朱砂的这些颜色，包括太白，你要刮好半天才能那个把它调开，太慢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碟状的话呢，比较好的啊，就是姜丝续糖的，然后还有就是吉祥颜料啊，吉祥的颜料。吉祥的话，它当然也是国外的啊，不是我们国内的。吉祥的是相对来说它是属于水彩颜色，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国画也用它作为我们国画色啊。当然他说是水彩，因为他是日本那边的，他说是水彩，但是呢，他其实就是画国画嘛，就是画国画用的啊。当然水彩也是有用这个的，然后姜丝续糖的话呢，它是和这个对标的啊，也是一样的，矿物色。啊，也是一样的矿物色。那么它这种颜料用起来呢，就是把这个毛笔啊蘸湿之后呢，在这儿调啊，也是一样舔它。但是这种颜料相对来说要好用多啊，比这种因为要弄好半天，胶性可能太大啊。那这种的话呢，基本上一调会出来很大一块颜色啊。当然呢，就是太贵了啊。缺点就是太贵，一小罐根据不同的颜料啊，你像石青、石绿这些就很贵的啊，一小碟要好几十，并且说呢，我跟大家说啊，它不是很厚的一小碟啊，它是很薄的一小碟，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用了一些，那么其实它就是薄薄的一层啊。姜丝续糖也是一样，它稍微厚一点可能，但是也厚不了太多，所以说大家根据自行情况去选择颜料啊，有时候吸管的比这种用起来更好用，画工笔画用这个没问题，画写意用这个有点浪费啊，就是前期。这是姜丝续糖的，姜丝续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这个国画颜料这块好用的是这种的，还有它再古一些啊，我们老辈子古时候古人用的这个颜料的话呢，它是那种面状的。啊，那种面状的，现在我几乎不用那种了。就是说，那种面状的颜料啊，是需要加上胶啊，需要我们自行调胶的。那么那种调起来是比较慢的，包括我们初学者不推荐大家那样去调，调的胶大了拉不开笔，调的胶小了颜料会很散啊，装裱的时候还会掉色，所以说很麻烦。前期不推荐大家
玩那些。那么还有一款姜丝续糖的，这个也是姜丝续糖的啊，包括我们有朋友有同学啊，这个问我说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也推荐推荐一下这个姜丝续糖的这种颜料，别看它名字是和这个高端的颜料一样啊，但是它这个颜料和玛丽的差不多，和一些化魂啊，一些这个什么青竹的啊差不多，都是很一般的颜料。它也会晕开的，并且说我感觉它的一个颜色呢，还不如玛丽的要更加实在一点啊。它这一小罐儿忘了多少钱了啊，很少用，买回来一套，但是呢很少去用它，是这样的，就是用起来当然也比较麻烦，它有一个小勺子需要崴出来，提前也是不如吸管的好用，啊，当然还有一个颜料就是你像这个吉祥的啊，它是这个也是一样，吉祥的它也有吸管的啊。优点确实是颜色是比较漂亮的，比较鲜艳的，比较透亮。缺点就是确实是太贵了啊。前期大家如果说用这个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这个有点舍不得是吗？一小罐儿便宜的还好一点，贵的话可能一小罐儿这么一小点儿就要好几十。所以说看大家的一个情况去选择这些就行。前期我推荐大家玛丽的。就可以了，就够用了，或者是一些化魂啊，一些这个青竹的也是没问题的，都可以尝试一下。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国画当中最常用的这些工具啊，大家呢，可以根据推荐啊自行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有工具的话呢，大家就先用着，不要浪费这些啊。我们画画重点啊是我们的一个后面的内容。练习用笔，练习用墨，以及呢绘画的一个思维方式、思想方面是最重要的。工具的话呢，它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啊。当然，好的辅助会给我们加分啊。但是你说对吧？重点是什么呢？不要把过多的心思花费在这些上面啊。你画的好了，也可以没事儿啊，多尝试。像我就喜欢尝试这些各种颜料的、各种牌子的，我都喜欢拿来用一用啊。后期可以玩一玩啊。那么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效果。再有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必备的一些工具，就是底下的这个毛毡是必须要用的。毛毡的话呢，它起到一个脱墨的效果。我们在画这个生宣纸的时候，如果说没毛毡，因为它会透过去嘛，水分都会透过去，会粘在桌子上，是很难收场的，是没有办法去画这个写意画的。所以说呢，想要画写意，想要画山水，毛毡必不可少，它会起到脱墨效果。墨色呢晕过来之后，它不会粘上去啊。这毛毡最好的毛毡是羊毛毡啊，但是羊毛毡的话呢，会稍微贵一点啊。一般的呢毛毡就可以了啊，它可以一直换嘛，坏了之后、脏了之后，用过半年，用上1年，感觉太脏了，可以再换啊。毛毡的话，羊毛的话，它也会脏，只不过它脏的程度可能慢一点而已。还有就是要有正尺了，也称为正尺，也称为正直。那正尺的话呢，比方说我这个是2个小正尺啊，小鱼的是吗？就是重物，这个是铁的啊，铁的还是铜的？应该是铁的，就是它会压住这个纸啊。我们想要画一幅作品，对不对？那么呢，但是这个纸啊，它太轻了，画的时候呢，容易被我们的毛笔带跑偏啊，把它一压住之后。再怎么画，对吧？它这个纸就很难再动了啊。这个是大家可以选择啊，比方说有铜的，有这种小黄铜的，有这种铁的，还有一些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铁的、铜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木头的啊，木头的正尺也是比较常用的。那么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喜欢什么样的是吗？也就可以买什么样的啊。当然，铜的、铁的这个压的力气比较大啊，因为它比较重嘛。木头的话个头很大，然后呢却没有这种重啊，就是说这个是正纸。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会用到印章以及印泥。印章和印泥呢，我也需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呢会用到啊。当然前期啊，
前期的话呢，可以忽略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画成幅作品了，你能画出成幅作品了，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准备一个印章啊。那么印章的话，这个前期嘛，如果说不知道哪儿有刻章刻好的老师，那么可以某宝上是吗？那然后去找一些机器刻也是没问题的，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就能刻一个，非常便宜。那么，自己画的越来越好了，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用机器了啊，要用什么呢？要用手工刻的，因为手工刻的它是就像我们画画一样，它每一笔每一画当中，它都是包含感情的，是不能复印的，是不能重复的。那么印章的话呢，大家前期先了解就行啊。我们第一枚印章一定要刻自己的姓名印。比方说我是孙乾啊，我叫孙乾，那么孙乾这两个字，第一枚印章就要刻这两个字啊。但这两个字呢，不一定是说指这两个字啊。孙乾印信是吧？哎，这是我的一个名章。第一枚印章就要先把自己名字刻上去，要有大有小。你像我这是3个啊，这个是号比较大的，这个是2公分的，2厘米的。宽度是2厘米，那么这个呢是以1公分啊1.5的，就是1厘米半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小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1厘米的小印章，也是4个字啊，我都是刻的这个孙乾啊，孙乾印信。那么当然啊，这个刻的时候呢，可以刻孙乾印信，也可以呢刻孙乾之印啊，都是可以的，就是看大家的一个喜好，大家换成自己的名字就行啊。这是大小号都要有啊。为什么要都有呢？因为我们画画的时候，有些小画，1平尺的小画，题的字会比较小。我们扣印的时候呢，就扣小印章。扣印章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印章的大小呢，最好不要大于那个字儿啊。你比方说写了一个字儿啊，我来示范一下。比方说我们有朋友啊，写字儿啊，提一个字儿，那提完字儿之后呢，一幅作品当中提的字儿啊比较小，对吧？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感觉的字儿呢，你就不要扣大的印章嘛，你这儿夸扣这么一个大印章，对吧？你扣这么大的一个印章，比这字儿还大了，就显得有点笨重了。扣印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会和这个字儿的大小一样。当然我们提字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一点，提字的大小呢尽量接近这个印章的大小，那么扣上去之后它是比较和谐的。实在不行呢，你扣一个稍微小一点的也是可以的啊。印章比字稍微小一点也没问题，不要比字再大了，比字再大了之后啊，显得有点笨笨的感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要准备那么1到2枚是最好的啊。前期的话呢，最常用的，我和大家说，最常用的就是1.5公分的印章。刻的时候呢，先刻一枚1.5的啊，其他的咱往后错一错都没问题啊，1.5的。然后再有一个呢，我通常情况下不是1枚嘛，那可能看到啊，好多枚，这还是一部分啊，我那个还有一小盒子印章，好多。然后常用的是这点，还有就是一个也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字号印啊。字号印的话呢，比方我号一德，对吧？我写字啊，提一德不提孙乾啊，提咱一个笔名，就像那个齐白石，他齐黄啊，他真名不叫齐白石的，对吧？唐伯虎他不叫唐伯虎，他叫唐寅。你像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唐伯虎的，唐伯虎点秋香，其实他是唐寅点秋香的，对吧？他是笔名流传下来了。第2枚的话呢，就是这个啊，比方说一德居士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字号，一个笔名。笔名的话呢是这样的，可以自己起一个，也可以呢找一些老师傅给起一些啊，找自己的，比方说老师啊起一起，或者是呢找这个，比方说信一些这个儒道佛的，对吧？都可以找那个德高望重的一些啊，给自己起一个啊这个笔名都可以的。当然这个也要非常了解自己才行，对吧？非常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一些生平啊，这样起出来的名字嘛，才更加符合自己的一个字号啊，是这样的。也是一样啊，我的话呢也是会有小的有大的啊，同样的都般配的。因为扣印的时候呢，我们会
扣1到2枚或者2到3枚。扣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名字印章啊，扣的时候呢是要扣成阴文的。阴文的话呢，也就是白文。我们来看一下，扣印章的时候是粘它，不要刻意的摁它，就轻轻粘动它，把这个印泥呢粘下来啊。印的时候呢，下面可以垫一层这个印泥垫儿，或者是呢垫上一些这个比较硬邦邦的就行，比方说垫平板也行，垫这个玻璃的更好用一些啊。就是把它扣上，上面这个呢用的时候啊是轻轻的压动它，上下左右让它受力均匀啊，扣出来的印章呢更加生动一点啊，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呢上面这个是阴文，也就是白文，就是你看这个字儿是白色的是吗？然后再扣一枚啊是阴文啊，是阳文，阳文也是称为朱文，就是说呢朱砂文。朱砂色嘛，字儿的话呢是朱砂色的，对吧？这个是朱文，也是一样啊，前后左右啊，上下左右把它按匀实了就行。这是朱文啊，那么上边是阳文，下面是阴文啊，上面是阴文，下面是阳文啊，这样去刻的时候，这样去刻，印的时候呢，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个，笔名放在第二个，没笔名的话呢，单扣一个就可以了。单扣一个的话呢，还有一定讲究。单扣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扣阴文的，也可以扣阳文的，就没局限了。再有就是印章的话呢，还会有到一些闲章。闲章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啊，一些美好的一些祝福语、一些词儿啊，都可以作为闲章。那比方说啊，这是我选的2个，这个是一个和啊，对吧？和平的和啊，那么家和万事兴的和是吗？啊，一个闲章啊，一枚闲章。闲章的话呢，一般我们扣在压角的位置，不要和这2枚印章扣在一起。闲章一般都是随形章，看这个形状非常随意啊，石头也非常随意是吗？不要和它扣在一起，扣在角落的位置啊。通常情况下会扣在这些画面的左上方、右下方、左下方、右下方这个全角落位置扣这个。还有就是你比方说我选了一个镜冠啊，这个镜冠呢也是专门给我刻章的一个老师啊，然后经常给我刻章的一个老师呢，他送我的一个啊，他那儿也有很多闲章。大家去刻那个章的话呢，老师傅一般刻章的老师傅会有很多的闲章，大家呢是可以自行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词儿啊，自己喜欢的印章啊，一些形状啊，都可以自行去收藏去买回去的啊。这个是一个镜冠啊，镜冠2个字儿。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嘛，非常好的一个意境啊，都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闲章的。闲章的大小呢，也是分为很多种的，自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我说一下印泥啊，印泥的话呢是这样的，印泥大家可以选择这2款就行，双维的印泥啊，3款，还有一个八宝的也是可以的，就是八宝粥的八宝是吗？然后这2款是就比较常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双维的话呢，价格稍微低一点，然后西泠印社的话呢，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啊。但是这个印泥的话呢，怎么说呢？买回来之后啊，基本上会用很长很长时间，甚至好几年也用不完啊。那好几年也用不完，所以说买的话呢，就差不多的，稍微好一点的，比方双维的可能几十块钱，然后呢就可以买到一小点儿。西泠印社的话呢，可能这个大一点的稍微贵一点啊，有一些可能会几百块钱，可以一直用着它。不要用那个印油啊，比方说我们扣那个公章的时候是吗？会用到那个印油啊，印油不要用，印油它因为是油性太大了，它扣上去之后呢，在生宣纸上它会过上那么几天，甚至过上几个月啊，有时候过上几年，它这个油啊就渗透在这个纸面上了啊，是非常丑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啊。买的话就买这个印泥啊，双维和西泠印社的都可以。
好，是这样的。那么这节课的话呢，我们啊所有的绘画工具啊，基本上呢都给大家列举出来了。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再去选择就可以了。好，那么预祝大家啊，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呢，都能把咱国画画得非常优秀，都能画出自己的一个风格以及自己的一个特点出来。好，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